为对抗俄罗斯，北约各国正准备展开一系列军演动作。29号，由芬兰空军牵头的北极挑战2023演习正式开始。6月中旬，北约还将举行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空军移防演习。更骇人听闻的是，美媒爆料，北约方面正在制定一份对俄罗斯全面作战计划书。那么，北约为何此时放出相关消息？北约要和俄罗斯正面刚了吗？来看报道。芬兰空军表示，北极挑战2023演习于5月29号至6月9号举行。北极挑战演习自2013年以来每2年举行一次，是欧洲最大空中演习之一。此次由芬兰空军牵头，负责规划和领导训练活动。演习基地分别位于芬兰、瑞典和挪威。来自14个国家武装部队的约3000名士兵和150架飞机参加。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指出，演习地点靠近俄罗斯边境，演习任务复杂，将对参演国的军事实力、作战能力和协同能力进行全面考验。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芬兰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立场，并于今年4月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而此次北极挑战2023军演是芬兰首次以牵头国身份组织北约军演。在芬兰正式加入北约后，俄罗斯北部本土直接与北约拥有了一条长达510公里左右的边界线，因此被俄罗斯视为重大威胁。另据法新社报道，美国福特号航母已于24号高调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港口，参与此次北极挑战演习。美国军方特意强调，这是过去65年来美国航母首度造访挪威。俄方则指责美国在炫耀武力。俄罗斯驻挪威大使馆发声明称，北极地区没有任何事务需要军事方案或外来干预解决。鉴于挪威承认俄罗斯对其不构成直接军事威胁，这种炫耀武力的行为看起来不合常理且有害。北约连日来在俄罗斯周围的小动作不断。本月15号至26号，北约春季风暴军演在俄罗斯的另一个邻国爱沙尼亚举行，来自11个北约国家的14000多名军事人员以及战斗机、直升机等参加演习。6月12号至23号，北约还将在德国举行其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空军移防演习。这个代号为“空中卫士2023”的军演由德国主导，预计将有来自24个国家的约220架飞机参加，其中约半数飞机来自美国。根据柏林方面的说法，演习将主要在德国领空上进行。不过，德国联邦国防军公布的地图显示，与俄罗斯接壤的爱沙尼亚以及与乌克兰接壤的罗马尼亚的领空也可能被使用。外界担忧，此轮大规模军演将进一步激化已然十分紧张的地区局势。就在北约接二连三举行军演的同时，美国新闻周刊早前爆出，北约方面正在制定一份对俄罗斯全面作战的计划书。根据爆料，这份数千页的计划将包括如何应对来自俄方的潜在攻击，并指导北约成员国升级部队和后勤等。报道称，该计划将于今年7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获得批准。路透社指，这份计划书的出台意味着北约的根本性转变。因为北约几十年来都认为没有必要制定大规模的防御计划。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谈到这份机密文件时透露，盟友将确切地知道需要什么力量，具体到这些力量是什么，在哪里，并且如何进行部署。北约高级官员罗布鲍尔更是扬言，需要做好准备，因为一场冲突随时可能爆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北约拥有340万现役军人，而俄罗斯的现役军人人数为85万。观察指出，北约方面的陆海空三军，无论是武器装备数量还是质量，都基本碾压俄军，唯独在核武器的核弹头数量与投掷能力上大致势均力敌。但北约仍要制定这么一份名为“防止俄罗斯入侵”的作战计划，显然另有目的。北约是全世界最大的军事集团，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你看，全世界最大的军备开支，全世界最强的装备，天天在盘算别人可能要侵略它。我都觉得是当今世界包括国际军事界最大的笑话，就是北约在拼命的制定防御俄罗斯的作战计划。你在咄咄逼人，你在一副进攻的态势，你在一副把对方吃掉的架势，那我现在搞一东西，我防御俄罗斯可能的侵略，你这不是胡扯吗？所以说呢，他们公布的这个东西啊，我都觉得根本没有看的必要，完全是一只垃圾。
对自己增强军备呢做出这样的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克迪向深圳卫视分析，北约选择此时对外透露对俄协同全面作战的秘密计划，一方面是为了策应乌克兰的大反攻行动，牵制俄军的整体部署调动，更重要的是试图率先发动舆论战，向俄方尤其是俄高层施加压力。我相信北约它一直有与俄罗斯作战的一个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只是没有公布于众。当然现在有必要重新调整和充实这个计划，因为2022年以后，这个欧洲的安全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呢，北约应该考虑怎么来保护芬兰，怎么来保护波罗的海国家，怎么来保护北约的东翼的国家，所以这个计划应该是有。那么它现在呢进行充实，而且呢部分的泄露或者公开这个计划呢，我想最主要的目的可能还是释放一个警告的信号遏制俄罗斯，警示俄罗斯。更值得警惕的是，北约正试图通过日本等北约全球伙伴插手亚太。据日经亚洲报道，日本正在草拟一项个别化伙伴计划，并打算在7月的北约峰会上发布。日媒称，日本和北约早在2014年曾签署一个名为《个别伙伴关系与合作》的计划，侧重海上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等特定领域的合作，但并不包括军事领域。而目前正在草拟的计划旨在升级此前的合作，将军事合作纳入其中。日媒还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今年的北约峰会上还将就所谓东京联络处与北约成员国进一步讨论。今年4月，北约分发了一份提议草案，计划于明年在东京开设联络处。此举遭到地区国家的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回应称，北约声称是区域性联盟，不应当寻求地理突破，亚太不欢迎阵营对抗，不欢迎军事集团。国际社会也对北约的亚太化趋势十分担忧。中国国际电视台最新发布的一项国际民调显示，71.1%的受访者坚决反对并且强烈抗议北约设立东京联络处。调查中，90%全球受访者表示，北约试图将自身影响力延伸到亚太地区的行为值得高度警惕。8.6%的受访者认为，这势必会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有92%的受访者担忧，此举或将升级亚太地区国家的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把北约的影响力引入到日本周边亚太地区，那么把它作为一个对抗俄罗斯、对抗中国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当然最后的情况是怎么个演变，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但是我想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北约这样一个军事集团，它无限制、无限度的扩张，那么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威胁，而且和现在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流也是相违背的。